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秉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元廷，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国际地缘政治的大转变，现在啊，川普是疯狂的热脸去贴这个习近平，但是呢，北京方面的态度非常的有意思哦。来看到了之前呢，这个川普在访问北京的期间呢，他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说呢，我们呢，也就是指美国跟中国是两个非常大的国家，他称之为 G2。好，但是啊，这个中国大陆的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他怎么说呢？他说北京不接受川普所推崇的中美 G2 概念。他也强调了说，世界不应该由1至2个国家主导，而应该呢要朝向更加平等多元的国际秩序发展啊。甚至呢，这个崔天凯还说啊，有理不再升高，就是因为呢，这个赫格塞斯呢，他在今年的香格里拉的演讲当中呢，完全没有提到台湾、南海等议题，还说呢，华盛顿会采取强硬、沉着、明确的行动来促进地区稳定。哦，那这席话就被外界认为啊，他是想要降低对中国的批评力度。哦，但是崔天凯就说了，说现在美中啊应该要冷静沟通，而不是去吵架。还说中国有一句话啊，就是有理不再升高。好，所以现在呢，美国的态度放软，而中国也在定调。那现在东协各国呢，也很懂得看风向。来看到呢，新加坡的防长就说了，说现在东协的竞争啊，不在于成员国之间，而是在于能否团结一致，与世界其他地区抗衡。在纷乱的世界时局中呢，东协啊，如果能够不卷入麻烦，就属于与众不同了。好，甚至呢，他还在这个现场呢，用中文来说一段话，来听一下。空谈不做，万事成难；只做不谈，互信更难；不做不谈，难上加难；做做谈谈，万事不难。好，为什么他要特别用中文呢？这是在暗示什么吗？好，那我们看到了，其实东协啊，他们是希望，如果能不要卷入纷争，就不要卷入纷争。但是菲律宾好像不是这么看的耶，因为来看到了菲律宾防长，他就说呢，菲律宾啊，成为了国际法捍卫者的一个汇聚中心，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哦，他还说啊，我们把自己定位成群岛哨兵以及海洋自由守护者，他要运用自身的地理战略优势，守护海事自由、法律还有实体基础建设。哦，你觉得这席话他是对谁讲呢？虽然他没有点名特定的国家，但是他提出来的概念啊，很明显啊，就是针对中国在区域内的海上扩张。好，但是啊，菲律宾真的是有道理的吗？他被解放军的这个代表团成员一问的话，好像也难以回嘴。来听一下。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d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 The encounters are caused by an occupant without any right or any legitimate China. Let us perhaps leave it there, so I can give a few minutes to the host nation. 好，可以看到呢，菲国的防长啊，他其实没有正面回应这个解放军成员团的质问哦，而且他是情绪激动的大谈什么南海行为准则，而且他语无伦次到刚刚就看到了被主持人给打断了发言。所以呢，这个环球日报就说了，说菲律宾官员呐，在相会呢是上演了3连躲，第一个呢就是绕后厨，第二个就是挡中国的记者，那第三个就是刚刚看到的答非所问。所以菲国政府现在南海议题处理不好，连国内也出现状况了吗？就是啊，菲律宾2028年的总统大选，虽然现在选战还没有点燃但是最新民调呢，竟然显示啊，
多次表达有意要角逐总统大位的副总统萨拉杜特地目前在人选当中是领先的哦，他的支持度呢明显是高于其他的竞争者了。这是不是代表说菲律宾的民心已经不再偏往比较亲美的这个小马可是政权了呢？好，那除了这个亲美抗中，菲律宾民众不想吃这一套之外呢，中国的解放军也确实厉害，不是吃素的。来看到现在北京呢宣布要在台湾以东海域来进行一个执法巡逻，就是要报复菲律宾跟日本自己划定了这个海象边界的协谈，所以现在开始了，我就来例行巡逻了。好，那解放军的南部战区呢，昨天也发布了一支影片了。现在他们组织海空兵力要在哪里呢？要在黄岩岛的领海、领空还有周边海空域来展开战情备巡他也要强调说，黄岩岛呢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甚至指示全时待战所以中国已经不仅仅是用军力去震慑南海了，而且呢，他被这个川普提到 G2 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冷静，处变不惊所以现在看到呢，中国的态度或者中国的崛起带给社会什么样的一个警示呢？请教亮哥。这个中国大陆确实都没有接受过 G2 这个想法了，自从奥巴马讲到现在，都是美方的提法中国大陆这次讲的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可是当然现实政治是这样现实政治就是中美在竞争嘛，所以中美只要搞定了，那大部分都搞定了所以川普这个话也不是毫无道理比如说亚洲，如果美国没有进来跟中国谈妥，谈菲律宾，谈日本。那日本跟菲律宾就去跟中国那边搞一些永无止境的小动作啦，也没有到很大的动作啦，他们也没有实力去做对决啦。可是你就觉得冲突不断。可是美国如果定调，日本跟菲律宾大概就不动了所以这也是一个现实所以美国讲的就是现实面就是这个世界可能有很多事情是中美定调就差不多了比如说伊朗现在没有一个结果，因为中国还没有进场可是你也不能说这是中美决定那还有中国上面那一只更大的呢俄罗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国际政治有它的现实面是大国撑起了国际秩序可是中国大陆不想这样做，中国大陆想透过多边的秩序比如说“一带一路”啦、金砖会议啦、上海合作组织啦，他想要透过多边来让大家都有参与这当然也造成习近平很累了。任何国家到中国大陆，习近平都要用一样的程序那其实很累大小不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他坚持这个立场，可是国际现实不是这样比如说你对塞尔维亚的577跟对川普是同样待遇，可是这两个国家分量完全不一样这我想大家心知肚明不过你可以看到赫格塞斯真的我觉得在改变美国的基调啦，我觉得他大概也知道啦，这个香格里拉论坛中国大陆不会重视的啦，因为这个是美国人出钱的嘛，是英国一家智库出面的嘛，在新加坡办的嘛，亚洲对美国来讲最重要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中国大陆当然是回去搞好自己的北京香山论坛嘛，我们要去捧新加坡的场。我认为这个态势，美国也差不多啦。比如说你说那个QUAD领导人会议，川普会去吗？这次的QUAD要在印度举行川普就直接跟印度讲说他不去我觉得原因是太热了50度热死了。那川普叫莫迪再去一次美国，
孟迪当然不要嘛，哎，好不容易轮到印度主办，这个印度的国际地位可以提高嘛，所以他当然就很不爽嘛。可是我跟你讲，那你川普这样风尘仆仆还是跑中国，所以我觉得你就可以看到了，美国连这个跨的四方会谈，他都意兴阑珊了啊，所以未来啊，恐怕国际秩序了或者国际问题的敲定啊，还是要绕着大国走了。香山论坛的重要性一定超过香格里拉论坛。我认为这个无可避免的，啊，那你要就这个好比俄罗斯哦，俄罗斯会觉得我重要的问题干嘛跑去慕尼黑会议啊？我就被你们围攻啊！我当然要在圣彼得堡举行我自己的峰会啊！我觉得都会有类似的逻辑啦。美国也是一样啊，美国会觉得 G7 最好到华盛顿谈啊，这日内瓦我都稍微小红一点点，华盛顿就完全是他主导的。我觉得未来的国际政治恐怕会是这样走了，叫真正的大国，恐怕还是讨论真正的事情了。不过北京对川普提出的 G2 冷淡回应，这展现了中国什么样的一个外交底气啊？请教李兆东老师。对，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 G2 或者 C2 哈，最早提出的应该在20年前左右，05年。美国华府一个非常重要的智库叫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基本上它的中心理念，大家都是在推广，自由市场、开放的贸易，还有这种经济整合。那当然，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对川普的很多政策是批判的，但重点是那时候是这个彼得森经济研究所一些经济学者所提出来，它有它的时代背景，意思是说，中国大陆在快速的崛起，所以美中之间未必是叫做共同治理，但是很多地方要协调。包括像是金融危机，这种气候变迁、能源安全，这种国际间重要的经贸议题，所以是在21年前就提出来。可是真正让大家比较开始注意到这个概念，其实是在2009年，布里辛斯基，他之前曾经是卡特时期的这个美国的国安顾问，所以对于当时这个美中缓慢的建交，他是重要的角色。所以在09年，布里辛斯基当然已经卸除这个公职，去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公开呼吁说，这北京跟华府要做所谓的 G2。那当时还有个时代背景，因为那时候是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因为奥巴马开始在讲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亚太再平衡要跟中国大陆建造一个健康的正面的这个关系，而且要说21世纪是美中共同行塑的。所以在当时曾经有一度会让大家说，美国官方也接受这样的讲法，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官方在那个时候是没有真正接受所谓的 G2 的这个名称。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还在担心美国的盟友。假设美国真的接受 G2， 那美国在亚太地区或欧洲盟友可能会有被排除在外的感觉。第一个，第二个，10多年前其实美国在心态上还是认为说，即便中国很重要，我要跟你弄好关系，但是心态上把中国大陆视为是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对手，我觉得他们心态上没有办法真正接受。还有很多人说美中之间还有很多的分歧，从制度、意识形态，或是台湾、南海等等，所以在当时是不愿意接受的。那中国大陆方面呢，其实非常微妙。我记得10几年前，有时候跟中国大陆学者在讨论这议题的时候，他们很警觉，他们是不会讲说我们接受 G2 的，他们会反而说G20 很重要。其实讲法就跟这个崔天凯一样的，大家不要认为说崔天凯已经是一个这个退役的这个美国中国大陆外交官，他还是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因为他去香格里拉会议，我记得好几次，他还有一个身份叫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会长，而且他应该是中国大陆有史以来驻华府最久的驻美大使，2013到2021。当了8年，他的讲法是非常传统的北京的讲法，是不会承认的，基本上会认为说是中国是主张多极的世界，每个国家大小应该是平等的，这是他的外交上传统的讲法。其实后面还有一些他的逻辑，如果往前推10几年前，中国大陆很怕这个是一种美国的阳谋，就是一个诡计，意思是捧杀。你还没有到 G2 这样的能耐，他说你是 G2。
你要负担很多的国际重任责任哦，你跑不掉这些东西。那现在中国大陆官方的想法还是不太用 G2 这个名词，但是我觉得事实上，中国大陆当他在讲这新形态的大国关系，什么相互尊重、合作双赢，某种程度未必跟 G2 是完全背道而驰。只不过在他的传统的外交主张里面，他对于这种由1、2个国家说了算这样的主张，他非常的戒慎恐惧，而且他到目前为止都把自己定位成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 G2 对他而言，我觉得短期之内至少在形式上、外交上他不会接受。但是川普定调美中就是 G2 关系，那这样子菲律宾的亲美路线还走得下去吗？请教张将军。这菲律宾呢，他的国防部长也好，还有他的总参谋长，在这个香格里拉的论坛里面，对记者闪躲，走后门，走厨房。我认为他有3个问题答不出来。记者一问他怎么答都不对。第一个，这个4月20号到5月8号的美菲肩并肩的演习，假想敌是谁？为什么要定这个假想敌是谁？你叫那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怎么讲？他讲中国大陆也不是，那不讲，那你的演习总要有个假想敌啊，那假想敌总不会是外星人吧？那你这一讲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去讲。那这一讲，菲律宾的周边的这很清楚，不知自明就是针对中国大陆，所以菲律宾不太好讲，那走后门，走厨房，不要被记者问到，这问题不好讲嘛。第二个问题问到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他也不好讲，就是那个这一次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到日本去访问，他们有军事的相互准入，他又要去向日本买一些要准备退役的这些海军的舰艇，还有防空飞弹，那这怎么去讲？那你又是针对性又是谁？这个菲律宾跟日本那么现在日切紧密的军事合作跟互动，所谓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这菲律宾他的国防部长也不太好讲，那讲了就会得罪中国大陆啊。那不讲也不是，那不讲，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些动作？那所谓为何？那这怎么去解释？这是第二。第三个，在这个仁爱礁有这个马德雷3号，在1999年5月8号坐滩了，已到现在为止是27年了。你菲律宾要怎么处置？他菲律宾要拖走吗？还是他继续住下去？已经那马雷山那个破的那个中型登陆舰已经烂成那个样子，他怎么样去讲？怎么样去处置？不好讲。讲继续坐滩，已经做了27年也没办法。讲不做滩，把它撤回来，他从来没这方面的想法，然后只会制造这个菲律宾跟中国大陆之间主权纷争的白热化、竞争化，变成这个状况。所以这3个问题，只要一问到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论坛，他真的不好讲，那干脆躲掉算了。因为一讲的话，马上记者就可以专门其中在做文章，菲律宾怎么样去做后续的解释成问题。那我们现在来看，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否认 G2？ 我认为有3个目的。第一个，要稀释美国的影响，因为 G2 就是美国、中国大陆2个平分秋色、分庭抗礼。那中国大陆说没有 G2 哦，那这样的话，美国在 G2 这一方面的主张就被稀释掉了。为什么？表示更多元的参与。第二个就是打破权力垄断。美国希望跟中国大陆在全世界上权力垄断，但中国大陆理论上还是有一种世界大同那种想法，所以不要造成美国在这方面的权力垄断。第3个就是稀释美国的权力理论，美国的权力理论就是由美国独霸到现在变成跟中国大陆变成双霸，那美国的这种政治主张在国际权力的板块上面，中国大陆未必会接受。好，刚刚说到川普大赞美中是 G2， 现在2方的贸易战呢，更迎来了一个转折。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川习会在5月中旬会谈之后啊，双方竟然是同意怎么样？由2国官员组成的贸易委员会去管理商品贸易。美媒就说了，这项机制就标示着什么？美国政府正在逐渐退出对陆全面贸易战，而转而载以管理式贸易来维持双边的关系稳定策略。所以打到现在，美中贸易战直接不打了吗？没有，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是转往 AI 晶片的战场。好，来看到美国商务部在周日的时候是采取了行动，
堵住了一项潜在漏洞，以防止让全球最先进的晶片，像是 Blackwell 的处理器流向设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公司的子公司。但是你美国越进中国，其实中国就会想出一些新的解方。我们来看到目前中国的科技企业还有晶片厂商的焦点呢，都已经单纯的从寻找这个 NVIDIA 替代品，转向更根本的设计选择，也就是呢，究竟要用通用性较高的 GPU 为主，还是改走专用度更高的 ASIC 客制化晶片路线？好，甚至这个华为也是在这个封锁晶片了之后呢，越来越发展的好了，所以华为还特别感谢美国制裁协助他们的半导体发展。因为华为这些年呢，是不断为了打破这个卡脖子形成的建树，像是麒麟晶片升腾晶片还有鸿蒙作业系统等等呢，都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那么胡锡进就说啦，说当下谁听美国的，将其在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技术对华封锁，就意味着它的技术或者是被中国突破了，或者是被这个涛定律给绕开了。好，那不只是晶片现在习近平也下了动员令哦，其他的领域上面呢，也都要领先世界。他点名了什么呢？量子、脑机接口，还有6G。好，习近平就说啦，说这个随着世界科技 AI 的进步对于越来越多领域要实现并且这个领跑。同时还要解决缺点跟弱项，早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应用，尽快解决制约未来产业发展卡脖子的问题。好，那所以他刚刚点名的量子脑机接口，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实例哦。天津大学医学部的脑机界的界面实验室它是以一套呢面向航太在轨应用的脑机互动系统显现现场可以看到这个设备呢，它能够怎么样及时捕捉到脑电波的讯号，呈现大脑的状况。实验人员主要做出眨眼、咬牙的动作荧幕上面的波形就会跟着波动，大脑的疲劳状态也能够及时的呈现。好，研发团队它不仅成功完成了人类首次太空脑机界面实验，甚至呢还在多项的载人飞行任务中也都进行了实验。好，那这个脑机呢，更要应用在科技军事上面。我们来看到现在解放军已经投入研发了脑控的军用机器人，还有战斗机械狗，他们要试图透过这个双向脑机界面，让士兵单纯的靠着思维就能够操控无人机、机械臂，甚至等等的无人化装备。好，那就很厉害啦，因为它的这个操控几乎是没有时差的嘛。所以现在美国政府呢，就持续的评估，要对中国实施脑机界面技术的禁运，防范未来他们可能会超越美国。但我们刚刚就说到了，你越近它发展的越厉害，尤其现在中国的机器人真的非常厉害，连机器狗都可以去发射火箭炮。来看到这个叫做机器鳌比较小的叫做影鳌，它可以搭载机枪、侦察设备，还有自爆装备。主打呢是隐蔽侦察，还有敌后渗透。那比较大的呢叫做铁鳌它可以搭载这个察打一体的火力平台，运输箱、火箭炮等等，支援大范围的射击，而且还可以自主追击，担任这个前沿突击、火力支援等等的任务。好，那不止地面现在呢海上也是非常的厉害。来看到了，央视就披露了一个神秘的武器。这个是中国海军部在渤海海域完成了一种新型末端防空反导式武器系统的一个并行试验在画面中呢，这个指挥萤幕进行了打码处理这个弹靶呢还贴着海面超低空飞来。但是军事人员就分析了，这个呢应该是解放军装备的红旗石导弹的一个深度改进型号它试验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要验证拦截美军 AGM-158C 隐身反舰导弹的能力。好，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呢，你美国越近我就自己发展的越好不过反过头来看现在美中贸易战打到现在真的是打了个寂寞吗？我们来请教亮哥。因为有很多数量都还没有敲定比如说中国大陆到底要买多少大豆，不知道，只知道农产品愿意一年买170亿所以未完全决定的数量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中方同意的啦。就是说，我习近平9月24号要去美国访问嘛，那在这之前呢，我要看你的善意啊。可是如何来敲定，最好还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嘛。所以我觉得他就想说，要不要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这样对川习会谈完之后，很多数量还不确定的东西，就可以透过这个委员会来决定了啊。那搞不好还会包括在地投资啊，因为基本上没有讨论嘛，啊，或者说开放市场啊，要开放哪个领域啊？那因为都没有讨论啊，那我们是不是留个尾巴，让它还有一点发展性？这样啊，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想法。那这样的想法应该是对的啦。那至于美国国会啊，因为发现中国大陆这个 AI 芯片追得太快了，比如说这个最近 DeepSeek 出的 V4 Pro， 那它的算力又非常接近 ChatGPT 最高等级，所以美国就觉得你是不是又偷用了？就是英伟达是不是 Blackwell？ 这个事实上外面传得很厉害了，就是说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有人当背包客嘛，就直接把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东西带进去了啊。那因为差价蛮大的，所以跑单帮可以赚不少钱啊。走私晶片啊，就直接背包客就带进去了啊。那美国就想要去防堵这一块嘛，可是讲白了啊，你防堵得了吗？如果不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进去中国，而是中国出来呢？比如说我举例啊，我如果是 DeepSeek， 我可以弄一个工作组到新加坡上班啊，对，直接在新加坡就算就好了，直接 run 那个 Blackwell， 那 run 出一些结论再寄回去中国国内啊，因为这个东西坦白讲就是少数几个人拥有那个高度的专业，那他只要拿到这个芯片，那自然而然就知道怎么把它 run 起来嘛，哦，这个坦白讲有没有解我是打个问号啦，哦，就是美国要去防堵嘛，可因为它的体积很小，所以如果发现你可以防堵出口到大陆了，这个比较容易了，哦，可是如果中国大陆到全世界各地设公司呢？因为美国的 Blackwell 也卖到中东那搞不好我到中东某个国家、某个地方就租个地方成立一个公司啊，那你都可以追到嘛，啊，所以我是觉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那没有错了，就是说他不一定要买黄仁勋那种通用的 AI 芯片，他可能会做 ASIC 就是特用的啊。针对特殊领域啊，那这个确实在美国也有陆续一些发展啊，就是说，比如说我只针对推论，那推论我就可以有不一样的做法，不一定要用黄仁勋那个芯片啊。那一些我们讲特用的芯片，美国也完全禁止出口吗？那在这里可能就有更复杂的双方的制裁跟反制裁的方法。所以现在美中的贸易战收兵，到底是打不下去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吗？请教李大中老师。对，我们可以看从今年初开始啊，到5月份，美中应该是正式拍板定案要设刚才讲这2个委员会啊，一个是贸易委员会，一个是投资委员会。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个是贸易委员会里面主要是处理什么事情，就像刚才所提到，比如说关税啊、市场准入。或是一些比较对美国来说未必是那种比较敏感这种项目比如说美国所最在意的农产品啦，波音客机啦，这些能源产品的一些这个进口出口的一些议题，这个会在里面会做讨论但是中国大陆美国还有一个地方会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讨论很久，比如说关键矿产或是这个稀土供应链会不会在这个
委员会里面做讨论。好，如果按照美国的这个目前的思考的方向，应该是希望。而中国大陆可能会觉得说不见公平，因为中国大陆非常关心的是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大陆的科技管制的问题，能不能在这个贸易委员会里面做讨论？目前为止没有太多的讯息。那基本上这种委员会大概就是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而且还是可以作为一种在经济贸易议题上一种某种程度的防护栏。我觉得这还是非常非常关键。而且呢，刚刚还没有讲到，投资委员会具有类似的效果，就是双方要投资到对方有没有一些面临到的障碍可以处理。那这两个委员会除了实质的意义，我觉得也有象征意义，代表说美中对于这些议题至少是有个机制在处理。那我问一下各位观众，拜登时期难道没有吗？其实拜登时期也有。当时我印象很深，是在商务部或是贸易部下面各式各样的工作组，比如说经济小组、金融小组，还有一个很有趣叫出口管制资讯交流小组。这小组其实不是在讨论说你制裁我，我制裁你，不是，而是把双方最新的一些新的规范至少要透明化，让大家第一时间就知道。这是拜登时期的处理方式。那目前到了川普2.0，至少把这些小组提升到我是一个委员会，但是基本上它的方式跟处理途径都是非常非常务实。那有时候这些美中之间各式各样的这些管道都是一叶知秋，其实可以反映出中美关系到底好不好。我们回顾一下，其实在奥巴马任内，其实当时是美中之间是沟通管道最齐全、最健康最多的，各式各样的领域有100多种。那最高层级叫做 ASNED 啦，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战略暨经济对话。那基本上是中国大陆代是副总理出马，那美国代是财政部长、财长，而且是几乎是每年都开。那除此之外，它下面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管道。但很多时候被大家批判说大拜拜啊，所以为什么川普1.0会改成说这些我都不要，我重新设4个对话支柱，原因就在这边。但很可惜，川普的4大支柱，不管是外交的、经济的、网络安全或者社会人为，也都随着美中关系2018年转坏之后，这些支柱基本上名存实亡。所以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过现在看到美中除了贸易战先暂时休兵之外呢，在科技领域方面呢，还是不断的在彼此竞争，甚至呢，科技方面的也已经慢慢的应用到了军事上面吗？请教张将军。那这一次在渤海所验证的红旗10的这个反弹飞弹，一般来讲是装在军舰上面，动5-2或动5-3、动5-5，还有动5-6这一系列，航空母舰也装这个红旗10，因为它是最后面最末端拦截了。如果是美国的 AGM-158的这个反舰飞弹从空中战斗机发射，它最原始版的可以打200海里，就370公里，但是增程版的可以将近打到1000公里。AGM-158C 的增程版打1000公里，但是它的弱点在哪里？速度慢，因为这个 AGM-158它是次音速，高次音速，大概0.85倍音速，时速大概1000公里，所以这个时候派这个红旗10去拦截它。那红旗10大概速度可以到达3到4倍音速，3到4倍音速的话，它的时速大概我们可以每一秒就是跑1公里。那换句话说，10秒钟就拦截到了，因为它是最末端了，就是只能拦截到10到12公里，因为它是属于末端拦截。那如果是 AGM-158，如果是这个红旗10没有拦截到它，剩下最后一个就是近迫防御系统，就我们讲的火炮变成一个火网，整个火网把那个飞弹对这个，因为它对着箭过来，到最后做摧毁，就最后，所以这是最后第2关，最后一般是近迫防御系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非常，这个是已经在末端威胁，而且非常重要的紧要关头。一般来讲，这个8连装，大型的军舰的话是24连装，而且不是垂发系统，它摆在舰外面，随时发射就出去了，因为它接战，而且自动接战。红外线锁定，它追热，因为你的末端过来追热，一热的话，对着热就过去了，就把这个 AGM-158把它做击毁。所以在渤海来验证它的成功率是多少？成功率如果是只有70%，很简单，一次要打3枚出去。你打3枚出去的话，大概是90%，可以达到97%，92%到90%命中率，一定要3枚出去。因为为什么？因为 AGM-158重磅的，它是1000磅。就是450公斤的弹头，它如果打到驱逐舰是不得了，因为它重磅，所以在末端一定要把它做摧毁。所以在渤海做验证，然后验证就知道它的概率就出来，
将来要打几枚可以算得出来。另外，我们讲的条这个火箭炮，将来以后啊，这个在城镇战或者是近战、巷战的时候，这个条这种机器鳌可能会被广泛应用，因为上面背的，我们一看他们以为他背的是火箭筒、火箭弹以后背的是机关枪呢，他机关枪做扫射。另外一个以后背的是什么火焰喷射器，对着人就开始喷，都是火，那个沾到人抹不掉，因为它会喷的是油，会把你吸在人身上。那以后就是慢慢就变成无人化了，因为它可以爬楼梯，它可以在崎岖的地形来进行，所以它的用途将来会越来越多，在近战、在城镇战，将来会被广泛的运用。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中东战事的歹戏拖棚啦。这个周末呢，美军呢又来发动了军事行动。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他1日的时候呢发布了声明，在周末连续2天对伊朗的加鲁克还有格什姆岛上面的伊朗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网站进行了一个自卫性的打击，还说他们这次打击就是要回应伊朗的挑衅行为因为之前伊朗呢把执行任务的美国 MQ-1 无人机给射下来了，所以现在呢他又要来进行回应了。好，那不只是美国在打伊朗，那伊朗当然也是要回应啊。好，来看到科威特军方在周一的时候也是宣布了说他们的防空系统受到了敌方的飞弹还有无人机攻击，还建议民众要遵守这个安全指示。好，他们就指控呢，可能又是伊朗打过来了啦。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也是秀肌肉给伊朗看，是真的肌肉我们来看到他呢，在这个新加坡2栖攻击舰跟一般的士兵来锻炼身体，还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说，说如果伊朗不答应协议的话，你们就上。好，这个是瑟格塞斯他在借由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之机呢，专门跑到了停靠在38望船厂的全10号2栖攻击舰上面，跟大兵们一起来这个训练这个俯卧撑那他也当着全舰官兵的面把话说透了，说要么伊朗就是坐下来签协议，放弃核计划，要么就是跟美国前线部队，也就是你们来进行打交道。好，但是呢，这些肌肉看起来伊朗是没有在怕的。伊朗呢最近呢又展示了一款新型的攻击舰。好，伊朗在德黑兰革命广场公开展示了新型的3体攻击舰。这个艇呢可以携带2枚射程700公里的巡航导弹，能够在高达3米的浪高下还有效作战哦。伊朗媒体就称这个是伊朗海军力量的一个新象征。好，除了有这个新的舰艇加入之外呢，美国媒体也曝光了什么？说伊朗现在只靠着这个推土机还有卡车就重开了50条导弹基地隧道。好 ，CNN 呢在6月1号发布了一个卫星图片，他们发现伊朗只用着这个推土机，还有自动倾泻的卡车这么基本、这么阳春的设备就成功化解了美军的打击。而且更厉害的是，现在伊朗还这个发表了 AI 微电影哦。好，这个伊朗空军是在美伊战争期间对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动了大胆的 F-5突袭。好，这个影片的内容看了之后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哇，这个是 AI 影片吗？做得非常的精细，但是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宣传战，而且伊朗方面是完全不输给美国的。好，那前线战争打个不停就是因为这个和平协议迟迟没有办法签嘛。那是谁不愿意签呢？现在传出又是川普他不满和平协议，所以硬修了这2点，好让这个伊朗的议长怒批说你摧毁了这个嗜血的商人。好，他说呢，川普针对了这个提案提出2个更改，首先就是浓缩铀的问题要用更严格的方式处理。那另外呢，也说对荷姆兹海峡的相关事务的词汇措辞需要更加的清晰。好，现在甚至传出又破局了，伊朗总统不满，所以要传出他递出了辞呈。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伊朗国际的报道说有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已经向最高领袖办公室递交正式辞呈。但是这个新闻呢马上就被否认了，说呢裴泽斯基安会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所以这难道是美国放出来的假消息吗？
好，但是啊，不仅仅是在中东方面啊，美国谈不拢，现在跟北约是不是也撕破脸了呢？先来看到保加利亚。因为这个签证已经要到期了，它跟在6月底的时候呢，保加利亚就要终止美国军用加油机在索菲亚机场的营运授权。那之后呢，就不能够使用它的机场了，所以美军又少了一个可以停靠的机场。好，那另外德国媒体也透露说的，有五角大厦的消息人士指出呢，华府正在计划要加快撤军的步伐。也就是说啊，这个华府呢不想要在欧洲部署这么多兵力了，而且这个详细的方案6月举行的北约部队资源会议上面就会提交出来给盟国讨论。但是啊，他没有具体的说明什么时候撤军，还有这个时间的表到底是什么时候。好，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在这个美伊战争啊，已经进入了这个歹戏拖棚的状态。那周末的这2炸，真的能够推展他们的和平协议的进程吗？请教亮哥。我那2炸，他们都说不是战争，是自卫还击啊。所以这种歹戏拖棚啊，连国防部长都可以随便说啊。他说协议如果没谈出来，你们就准备上啊？上是什么意思啊？地面作战吗？它是2栖攻击舰。那这个坦白说，如果不是因为公信力已经破产了，各方一定解读成要地面作战，2栖攻击舰。可是因为海格塞斯啊，大家都认为他的公信力早就破产了，所以大家也不会认真听啊。不然这个是很严重的事。在2栖攻击舰下这个指示啊，防长对啊，比作战指挥官还大对不对？这个铺露出什么？铺露出双方啊谈不下去，也打不下去，所以我们在外面看看得很烦都没有结果对，然后那边绕圈子那双方在演戏，比如说那个伊朗的总统，这个佩泽斯基安，他扬言要辞职啊。那传出来的理由是，他觉得他被架空了。谁能够架空总统？那当然只有革命卫队嘛。所以这个就解释成说，佩泽斯基安是鸽派，然后革命卫队是鹰派。一定是这样解读嘛，对不对？所以，那为什么会有鸽派鹰派出现？一定是看到川普不断的在提方案，然后有人反对嘛。比如说川普，我记得他曾经有一度提到说，浓缩铀你不交给美国也没关系啊，你交给中国也可以。搞不好这个总统就觉得这样可以那革命卫队反对。革命卫队说绝对不能交出去，我们可以接受人家进来检查，可是只能够在伊朗境内降低浓度，不可以交给别人。为什么革命卫队会这么坚持？因为革命卫队还是要偷偷做核武怎么可能不做？我觉得伊朗绝无可能放弃发展核武的啦。因为以色列有没有把它核武丢掉？所以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在这里是互相杠上了嘛。那伊朗只是倒霉被你美国掐住了。我觉得这一次即便会有结果伊朗还是偷偷在发展核武了，出来是早晚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和平协议不止川普变来变去，可能伊朗内部也是变来变去，最后真的就是歹戏拖棚。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美军之前轰炸伊朗真的是炸了个寂寞嘛？现在他们只用推土机就已经恢复了很多的步道。我们来请教张将军。这个伊朗他派这个 F-51的这个战斗机去炸在科威特的美军的这个基地，认为他这个毕竟伊朗的空军在巴勒维时代以后就没有新飞机了，
零件也没有了。那现在能够用的大概就是少数几架 F-51战斗机。这个中东的天气是沙漠天气，所以能见度很棒。那 F-51过来了，超低空，直接开了后燃器超低空过去飞，炸那个科威特。为什么？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最多驻军的就在科威特，15000人，但是现在打仗的时候已经增加到将近快到2万人，刚好就炸科威特。因为大部分都从科威特起飞，那就炸科威特。这 F-51只要超低空，还蛮难拦截的。它大概时速可以到达500海里，就是时速可以到达900，那换成的公里就变成将近900到1000公里的速度。然后下面带着高阻力炸弹，高阻力炸弹一个超低空对着目标直接按过去，因为它阻力后面有4个伞一打开，那个飞机就过去了，它在后面，所以它爆炸不会影响飞机。为什么？它是高阻力炸弹，一炸弹完毕，一个超低空就离开，贴了这个地面大概30公尺到50公尺飞行，马上就可以回去了。这个地对空飞弹对大家来讲还不太好拦截。为什么？又有地球曲度的关系，又是超低空，所以 F-51到最后面在这个特殊的状况还蛮好用的，而且全程目视，因为沙漠的天气能见度非常的棒，根本不用雷达，全程目视，顺着这些地形或者山沟山谷飞行。想要这个把它做这个地对空飞弹拦截，因为高度太低还没那么简单呢。那现在美国跟伊朗，我认为现在是这种小打小报复，大家点到为止。伊朗也不会大举回击美军，就是点到为止，就是对等的报复就可以了。大家不要闹大。那现在伊朗有这个快艇可以挂2枚的反舰飞弹，把它公布出来是什么？就是希望美国的航空母舰远一点，因为我可以打700公里，你要到700公里外面，要不然的话，我这一个上面有主动雷达会去找目标哦。找到航空母舰或神盾舰就炸下去哦。它有这方面的战略威慑的一种战略宣传。所以现在美伊两方啊就变成小打小闹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美方现在要加速自北约撤军了吗？来请教李老师。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以前在冷战时期，其实美国驻欧的这个军力在北约的这个编制之下，最高峰的时候是在1950年末期到1960年代初期，47万5千人，将近快48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不过那时候当然有它的时代背景主要是要应付苏联还有这个东欧附庸国的一个可能发生的威胁。但是在冷战刚结束的那个时期，其实北约的这个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已经降到大概是30万人以下。那目前来说的话，美国在欧洲的驻军的数目大概是常驻就是6万8千人。那如果加上这种轮调的部队，大概最高就是8万人左右。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其中很大比例是放在德国，大概3万6千人到4万人之间。其实美国已经在今年已经很早就宣布说，他要先移调5000人。从德国抽出来，那抽出来的方向可能会移回美国本土，另外一部分可能会移往到这个印太地区来去做部署。那么在整个美国在欧洲的这个北约的部署里面，排名第2的驻军规模应该是意大利，大概有13000人左右，第3名应该是英国，那第4名可能是波兰。那波兰如果是把常驻的部队加上轮调部队加总在一起，大概也有1万人左右。那再往下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西班牙，大概3-4千人这么多。那这是一个美国大的方向了，主要是说，本来欧洲就是应该自立自强，这美国讲过非常多次，不要只靠美国，不要只是想要搭便车，不要只是想吃美国的豆腐，你们应该强化自己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包括提升国防预算，包括要有更多的一些军事上的资源，这是非常非常符合川普的一个讲法。其实从川普1.0的时候就有类似的一些动作或者